Hello， 大家好，我是 Dream Bloomer 的 Mickey。今天欢迎到 Alex， 他是一个游戏设计师，但现在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板。那之前呢，他在美国洛杉矶有参加过 Bungie 一个 AAA 大作的游戏公司做的游戏呢，叫做 Halo 最后一战 Reach。那现在呢，刚好有出来最新的游戏叫 Destiny 天命，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应该有蛮不错的东西。那做游戏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是说，像发想这件事情到底是多重要？然后你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就是你如何去发想呢？对，因为刚刚讲到说，插画家跟概念设计，其实它差别就是在于设计这一块，就是你想法的这一块。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笼统，有点模糊。我趁这个机会来稍微讲一下说，设计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有准备一个小道具，可以稍微来把这个模糊的这个概念形容出来。好，现在道具准备好了，那我们来开始。我们可以把这块黑色的板子呢，想成是我们的大脑。那你的大脑在你出生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嘛？但是经过了你从小长到大以后人生的经历呢，你会吸收不同的资讯。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现在在你还没有开始学习美术之前，你大脑里面有的整理出来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学习的初期，当我们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设计就是把你现有的知识呢，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组合做成一个作品，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组合做成一个作品。但是因为其实你的资讯大脑里面吸收的资讯有限，你可以做出来的作品呢，它的独特性也相对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如果是一个新的原画设计师的学生，或者是一个新的年轻的画师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其实最先接触到的是譬如说像网站ArtStation 啊，或者是我们看的日式卡通啊。当你去接触这些比较大家都熟悉的大众化的资讯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吸收不同的资讯。所以这个譬如说这个是 ArtStation 的一些画家，你喜欢的画家的东西，你平常都有在关注他们，所以你吸收了他们的一些你觉得不错的地方到你的大脑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原本两个不同的 idea 就变成有4个不同的 idea。那当你拿这4个不同的 idea 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组合出来的不同的排列方式就更多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到说，因为你其实现在参考的是其他人的作品吸收进来，所以不管你怎么组合来组合去，它其实都还是差不多的，都还是别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不是一个独特解决问题的方式。你要怎么可以产生出独特的想法跟独特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怎么设计出来呢？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要非常的去观察周遭，或者是你要无时无刻的去收集不同的资料到你的脑海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譬如说这个是 Google Image Search，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一些 article。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图书馆里面的东西啊，你平常看的一些报章文章啊，杂志啊，图片啊，看电影啊，听音乐啊。透过不停的去吸收这些外界的资料呢，你的大脑里面就会有越来越多我们说这个叫 visual library， 图片的图书馆，图像的图书馆。那当你收集这么多资料以后呢，你可以产出的作品就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当你大脑里面越来越多这种不同的资讯的时候呢，你可以创作，你可以设计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的模组就越来越多，就可以做成有创意的产品，有独特性的产品。我们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公司成为一个专业的原画设计师，成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那专业的设计师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方块来做比喻。今天你在一个游戏公司上班，然后你的大脑里面已经有这些不同的 idea 可以创作，然后你的主美或者是游戏制作人跟你说 OK Alex，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新的游戏，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主题上的限制，所以你今天只能够用粉红色的方块来做作品。对，所以呢，虽然你收集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资讯，但忽然间
因为受到限制，所以你现在就只能用这4个方块来做设计。那你的工作就是要以现有的框架之内，你要怎么样拿这个框架之内你收集到的资讯，把它组合成一个有趣的组合，这个是你的工作。所以我们设计师其实就是要在框架跟局限之内解决，用一个最优雅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OK， 所以我们可以再回想到最早我一开始讲说，你脑海都是空的嘛。对啊。然后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只收集到2个不同的资讯，或者是你去 ArtStation 看了以后，你收集到其他的东西进来。如果在于你平常没有非常 actively， 就是非常主动的去收集这些不同的资料到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呢，你在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状况下，你可能就会变成说，受到这些局限，你没有办法创作出创新创造，就可能是没有更多的知识库或者是图片的储存，然后经验储存，因为你可能在同温层里面，像这种方块好像是同温层嘛，对，所以变成是说我再怎么创造，它并不是超越过这个组合的以外的方式。所以当有一个案子给你，然后或者一个事情需要解决的时候，它指定你知道某个方法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技术跟视觉产出的方式。所以平时就是吸收各种各行各类，然后靠自己的观察，然后去好好的用力去想，然后把它储存起来，让你有更多不同的特殊造型的元件。那等到是说你有一个很好的逻辑去整理你脑袋里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归类说 OK， 这是同类型的，这是稍微不规则型的。那这排列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排列的组合，那就产生一些不同的变化跟配对。简单来讲，可能是这样子吧。发想就是依照你头脑里现有的资料，然后整理出来。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你需要收集很多资料，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基础的概念，就知道说我们平常要充实自己嘛。对，就譬如说你是一个作家，你就要饱读诗书，你才能够写出一个棒的作品来。画家也是，就是我们现在设计，我们要吸收很多资料，我才能够做出好的作品。但是呢，你大脑里面吸收了这么多资讯，你要怎么样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去整理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去厘清说，哦，这些是方块，所以我要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这些是其他不同的形状，要怎么样让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呢，在你大脑里面可以系统化整理出来，这样子你可以就可以用 ABCD 的方式把这些不同的模组，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组合成一个设计。所以就很像这一个是 A， 这是 B， 这是 C， 这是 D， 那可能是说 A 加 C 的哪一个，可能再加 D 的哪一个，那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组合。那它是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去归纳，是说哪一个组合性，最后重新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到底适用这个专案跟这个 project， 以及它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发想方法只是非常棒，但是好像在台湾的教育好像并没有很少听到学校或者是老师教你怎么样去整理整顿自己脑海里面的这些种种的知识，让去归纳。对啊，因为我们是大学是上同一个学校嘛 ，Mickey 是我的学长啊。我们去 Art Center 的时候，其实 Art Center 他教你除了执行力，就是你可以画那些基本功啊、画图啊、画线稿啊、透视啊，要画得很棒之外，教你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怎么样发想，怎么样有一个系统化的作业方式。你如果要定义说专业的一个 artist， 它的定义是什么？专业对我来说，就是你能够非常 consistent 有一致性的去产出作品来。你不能说我今天手感不好，然后我东西就画不出来，然后明天过2天我觉得手感超棒，然后又画了一大堆东西出来。这个在于一个专业的工作氛围里面是不容许的，因为其实你在一个团队里面有100个人、200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今天如果产值不高的话，就会间接的明天影响到你这个生产线下面的那些人。所以要保持你产值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这是专业的差异在哪里？那怎么样能够保持说，不管你今天状况好不好，都一定能够有一定的产值，就是你的作业要非常的系统化。我觉得不只是系统化，我觉得另外一个面向是，如果你除了系统化，然后你有很好的一个 work ethic， 有点像是工作的态度来讲的话，那这2个加成去
相辅相成的，你慢慢的就会变成是一个很稳定的概念设计师。但我觉得这个稳定度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来讲的话，你可能会在脑袋里突然觉得这两个结合就好像不对，然后你觉得卡关，然后你就荡在那边，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产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有理解自己脑海目前发生什么状况，然后有一个系统去整理这件事情，对，然后再这样很努力的去把这个系统化的一些脑袋的东西去好好去使用它，我觉得才是一个专业的概念设计师应该要有的，能够发想的一个整个 pipeline 逻辑。没错没错。好，那今天我们来谢谢 Alex 跟我们分享。下一次呢，我会请 Alex 来跟大家分享说概念设计师目前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以及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让你的薪水往上增加，赚大钱。想要赚大钱的话，就要看下一集。好，谢谢大家，拜 ，adios，ciao。拜。